了全世界的麥當勞，為什麼在中國打不過肯德基？寄生魚和生量的故事在商業世界裡未免有點太常見。比如說百事和可口，又比如說肯德基和麥當勞，後者如同連體嬰兒一般，賣的都是炸雞和漢堡，各有各自的忠實信徒。瘋狂星期四和穷鬼套餐打得有來有往，不相上下，甚至很多地方的門店都挨在一起，手拉手打擂台。可奇怪的是，肯德基卻比麥當勞開出更多的门店。截止到24年末，肯德基的門店數量達101648家，麥當勞不過只有6820家，差出接近1倍。然而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，麥当勞卻把肯德基打得落花流水。明明麥當勞只是比肯德基晚進入中國3年，何以造成如今這麼大的差距？在美國戰無不勝的麥當勞，為何到了中國就打不過肯德基了呢？如果把肯德基和麥當勞擬人化，那麼肯德基應該是相親市場中最受歡迎的那一個，體貼、溫柔、有眼力見，更重要的是願意為你做出改變。肯德基在進入中國之前就定下了個方針，立足中國，融入生活。簡單來說就是本土化，讓肯德基去適應中國消費者，而不是中國消費者來適应肯德基。2008年，肯德基更是直接喊出为中国而改变，打造新快餐的口号。从2002年的早餐粥，再到2003年的老北京鸡肉卷，再到2008年的安心油条和嫩牛五方，哪怕是一点吃不来白人饭的消费者，也可以在肯德基找到一顿满意的午餐。这種迎合不僅體現在口味上，還體現在文化上。門店內處處體現了中國紅，把炸雞套餐命名為全家桶，有的門店開業時甚至會請來表演隊來舞獅和扭秧歌。然而麥當勞的形象則是那種一絲不苟的偏執狂，無論你是在法國巴黎還是在日本東京，走進任何一家麥當勞，點一份炸薯條，就會發現味道和口感和你在老家吃到的一模一樣。這不是巧合，而是麥當勞引以為傲的標準化。還拿薯條來說，油溫、尺寸甚至土豆產地都有明確的要求，出炸時間嚴格控制在3分鐘，每籃薯條含鹽量精準到4克，包括麥當勞的櫃檯高度都設置成統一的92厘米，因為這是顧客掏錢最舒適的高度。不可否認，這種標準化的流程用已經驗證過的經驗，將可能遇到的風險最小化，確實成就了麥當勞的核心競爭力。但是說真的，這太影響本土化了，尤其是在中國這種幅員遼闊的國家，光豆腐腦都能有鹹、甜、麻辣和加滷4種口味，漢堡、薯條這種固定搭配實在不夠看。產品本土化困難，供應鏈本土化更困難。這裡要插一個冷知識，那就是肯德基和麥當勞在中國的經營管理權問題上完全是2個策略。肯德基的母公司百勝集團擁有很高的自主決策權，有決策權就有創新力，再加上其管理團隊和門店員工也基本都是從本土培養的，所以他們能及時的根據當地市場的需求推出符合當地口味的產品。對於長着中國味的國人來說，漢堡薯條拿來嘗鮮可以，但是要是天天吃，確實有點頂不住。肯德基表示，既然你們愛新鮮，那我就年年出新品。反觀麥當勞則一直受制於美國總部，上面說實行標準化，下面的人就只能遵守。在早期，中國麥當勞的原材料是從美國進口的，想做炸薯條就得從美國把土豆運過來，光運輸和冷鏈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。那時候麥當勞還規定，門店的炸鍋全部都要用美國進口的設備，哪怕壞了一個螺絲釘，都得從美國進口。假如中國的麥當勞想推出一個新品，報告交上去，等中國方面走完流程，美國方面審核通過，那真是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早期的麥当勞菜單很少整花樣，直到它改名為金拱門，由中信控股，才展開了深度本土化的新篇章。而且相对於肯德基的大開大合，麥當勞在中國的戰略總是有點放不開。連鎖品牌做大做強，走向世界最關鍵的一環就是特許加盟。所謂的特許加盟，簡單來說就是業務歸你，品牌歸我，員工你招，培訓我做，利潤你賺，我拿分成。這樣企業不用投入太多資源，就能迅速鋪設店鋪，擴大市場占有率。1998年，肯德基還創新性的頒布了一個新的加盟政策，叫不從零開始經營。一般的加盟店雖然有企業提供幫助，但是再怎麼說也是從零開店，至少要花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有模有樣。然而肯德基的不從零開始經營，幫加盟商把那幾個月的時間都省了，自己將店面從0做到1，再把店面轉讓出去。對於加盟商來說，返利周期縮短了，風險下降了。站在肯德基的角度，加盟費拿到手，門店的口碑還有了基本的保障，簡直是雙贏。當肯德基在中國市場瘋狂開疆拓土時，麥當勞在幹什麼？他在老老實實的開店經營，直到2003年才向加盟商放開了特许經營，這一下就晚了10年。說實話，麥當勞由外企变成国有控股企業後，已經改善了很多。雖然推出新品的速度沒有肯德基那麼頻繁，但是也在努力嘗試。最近幾年暗戳戳的加入了價格戰，13塊8的窮鬼套餐和會員日折扣券，讓麥當勞搶回了一些地盤，但一步慢步步慢，更別說麥當勞這種慢了8拍的。這場漢堡之爭，表面上看是麥當勞叔叔輸給了肯德基上校，可實際上恐怕是傲慢的全球化輸給了本地化智慧。